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10月17日，这是京都出差的第2天上。今天的晨跑从2条城南东横营出发，这次的路线呢不是往2条城跑，而是先接上3条通，一路向东。前半部呢，就基本沿着3条通前进，经过乌丸、京都文化馆、四町、河原町，跑到3条大桥鸭川，再由鸭川到4条河原町，绕回3条通，最后回住宿的饭店，整圈5公里，刚好可以看看早上还没有完全热闹起来的京都市中心。右手边是3条通上的京都银行3条分河。早上这个时间，车子和行人都不算多。3条通这一段我是蛮喜欢的，一路上新旧建筑混在一起，跑过去呢会一直看到不同年代的京都。这个木头的建筑就是新丰馆和 S Hotel Kyoto 之间的通道大厅区。早上呢几乎没有人，跟白天来的感觉会差非常的多呢。继续沿着3条通往东，很快呢就会经过京都文化博物馆。它有一个别馆，它以前是日本银行京都支店，现在也是日本重要文化财。这一带呢，其实很适合慢慢走，只是今天不是来散步，继续往东跑。接着要穿过四町通商店街哦，白天这附近就是完全不同的景象。商店街开门之后呢，人会多很多。现在才早上，铁门几乎都是关着，整条商店街都非常的安静。如果中午和下午来逛，就不太会看到这个样子。这边有看到3条名店街哦，过这个路口，这里就是河原町3条。到这里呢，市中心的感觉就明显多了。白天这里是京都最热闹的区域之一。不过早上的晨跑时间，这个还算蛮舒服，不用一直闪人，也不用在人群里找路。继续沿着3条通向东，前面很快就可以看到鸭川。没多久就到了3条大桥。今天一路沿着3条通跑过来，其实就是要跑到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地方。3条大桥过去也是东海道53次西端的重要据点。从这里跨过鸭川，再往东就是京都东山。不过今天呢不过桥，从旁边直接下去。到鸭川河岸继续跑，下到鸭川以后呢，整条路的感觉马上变了。刚刚一路都在市区里，要看路口、红绿灯和来车。到了河边呢，终于可以一路直直的往南跑，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段路。早上的鸭川呢，已经有人散步、骑脚踏车和跑步，但是和白天相比还是安静很多。人在下面的步道跑呢，明明河原町就在旁边呢，却觉得好像跟市区隔了一小段距离。就这样沿着鸭川，从3条一路往4条跑。前面就是4条大桥，4条河原，这里就可以看到出云阿国的像。这里呢，17世纪初，出云阿国就在这一带演出歌舞伎哦，所以这里
才会摆他的这个雕像在这里。那再过来呢，就会到仙斗町和4条通的交汇，然后这里一路从4条延伸到3条，也是京都非常有代表性的花街之一。那从这边河原町通开始正式往北，重新往3条的方向跑。这时候感觉得到京都也慢慢醒了，车子比刚出门时多了一些，街上也开始出现准备上班上学的人。刚才沿着鸭川跑的安静感一下子又切回市中心。那回到3条之后再转弯，就会进入到3条名店街。这又表示呢，今天最东边和最南边的路段都跑完，然后接下来就是要沿着3条通一路往西回饭店。那其实刚刚去程也是走这个方向的3条通，只是现在就是另外的跑回去。那这些商店街呢，其实都还没有真正开始营业，所以跑起来格外的轻松。如果晚几个小时，这里大概就不适合这样子跑步了。从鸭川河原町再回到这里，差不多也完成今天这个市中心的小环线。现在看到这个红色的建筑，这里是京都的这个文化馆。现在呢，又跑回同一个地方，就知道这一圈差不多要收尾。这是京都的这个银行。今天这样子，大约5公里多一点的一圈，距离不长，但是从京都的老街、商店街一路跑到鸭川，再看着城市慢慢开始一天的活动，这大概就是旅行时早起跑步最有趣的地方。那谢谢大家的收看，也欢迎大家继续看我们的频道，谢谢。